Hello， 大家好。那经过整整1年的筹备还有精心的整理呢，我终于可以和大家分享了。那作为这家咖啡厅的创始人之一呢，我终于有机会追求和实现我自己热爱的事业，也结合我对室内设计的热爱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我毫不犹豫地将我所有的想法融入其中。那虽然设计上面花费了大概1年的时间，但整个过程是非常值得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探索，看看我是如何将一个 storeroom 变成一个咖啡厅。准备好了吗？现在我要展示给你们的是经过无数次构思调整的 3D 概念图，记得留守到最后见证成品效果的时刻。这个空间本来是一个位于2楼的 storeroom， 那连接着楼下的另外一家咖啡厅。那站在2楼的窗口望出去，给我一种宁静和平静的绿色景象。小鸟呢在树之间飞跃跳跃，那这个景象呢启发了我，有了这个 idea， 就是将这里打造成一个小鸟安乐窝的感觉。所以整个设计概念的灵感来自于飞翔中的小鸟。那一切都从窗户开始，我想象着一只白鸟自由地飞进我们的空间，就像在天空中飞翔一样，穿越任何的障碍物，穿越叶子和花朵，顺风而上，逆风而下，所以整个 layout 的布局流畅。有了我要的 floor 呢，才把座位区分出来。那不同的座位呢之间的联系也很方便。这个设计呢，也能让每位客人可以根据自己喜好来选择座位，是成为关注焦点的中心呢，还是坐在安静而舒适的角落，还是一个人静静的工作，那甚至是想躺着看着窗外的小鸟发呆、阅读等等。这是一个休闲共同工作区的新概念。结合面包概念，我们回到了本质，回到了成为谷物、面粉，最终成为面包的那个阶段。大地既作为材料，又作为色彩的灵感来源。我们的目标呢，是在温馨的空间中生成多感官的氛围。颜色范围从浅奶油色、拿铁色到温暖的摩卡色，再到深浓缩咖啡色。在选择颜色的过程中呢，我特别关注阳光如何照射到空间里面，尤其是在日落时分。为了找到最适合的所有氛围的颜色呢，我在原有的墙壁上面涂了几种颜色，从清晨的初阳呢到夜晚的温柔。那这些颜色在不同的光线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氛围。最终我精心挑选了一种能够在每个时刻都融入空间的颜色，这个颜色既适应早晨的清新，也与夜幕降临时的暖色调呢相得益彰，为整个空间带来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和谐之美。接下来就带大家看看装修的全过程。当我第一次踏入这个 storeroom 呢，我就立刻被窗外的景色吸引。那这 storeroom 的窗户和遮阳棚竟然把一个这么漂亮的景色挡着，那我立刻就决定先把窗户换掉，也把遮阳棚拆掉，让阳光把整个空间填满。之后呢，就先确定了楼梯的位置呢，就先把我们 bakery 和小 studio 做好。那装修期间也一直会用粉笔在地下画好 partition 的墙壁和 built-in furniture 的位置。楼梯的旁边呢，就有一个 built-in 的 counter， 那楼梯的洞口形状就跟随 counter 的形状。那这个 counter 呢，是参考了小鸟飞翔的姿态，从 top view 看下来呢，它是一个翅膀张开的形状，而 side view 呢，它就像是个小鸟在天空中起伏的样子。那形状就像一只小鸟在天空中飞翔的样子，有点像波浪在起伏，那看着有点动感，对吧？那我想要的就是这种感觉，让大家在这里感受到小鸟自由飞翔的美好。那这个 counter 呢，就考虑到了那些喜欢独自工作的人，上面有6个位置，每个位置都是独立的，适合想要专心工作的人，就是想给每个人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，安静而专注。接下来让我分享一下负责 take order 和摆放 pastry 的 bakery counter。那这个 bakery counter 的设计灵感源自于翅膀的独特构造腹羽。那这个 bakery counter 的形状灵感呢，实际上是从小腹羽和中腹羽的灵感中诞生的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小腹羽的曲线呢，就像是一群轻盈的羽毛，而中腹羽的线条呢，则给整个 bakery counter 呢增添了一份稳重感。
这两者的结合呢，就像是一个小鸟在天空中自由飞翔的样子，有着柔美又稳健的感觉。小腹语的曲线优雅，中腹语的线条则增添一种稳重感，让整个 counter 呢呈现出一种层次感的造型。挑选材料的主要呢是依循着同一个色系，并极为注重每一种材料的触感和视觉效果。以这个 bakery counter 为例，我选择了带有一点粗糙质感的 mosaic， 再配上光滑的 solid surface。这样的搭配呢，主要是呈现光滑与粗糙、完美与不完美之间的对比平衡。此外，我在挑选材料的时候也注重维持整体色调的一致性，以强调每个元素都和谐地融入整个空间。这种一致性呢，不仅在视觉上创造了连贯感，同时也强调了空间中丰富的质感变化。除此之外呢，这里也有水波纹状的灯光投射在墙壁上面。这种独特的灯光设计为空间创造出了一种和谐和放松的氛围。在这个空间里面，我想要表达的故事就是一只小鸟穿越空间，越过河流，照亮水面。地面上的石头设计呢，进一步的融入自然的元素。整个设计呢，通过树影、夕阳、水波光影，巧妙的融合了大自然的元素，使整个空间呢更有活力和温馨。在装修过程中呢，我不断的对比材料，以确保它们在不同的光线下都能够展现出最佳的效果。特别是对于大地色调和奶油色系的选择，细致的温暖光线呢，使得空间更显得温馨宜人。在这个空间里面呢，我也运用了银子的元素。窗外面有几个茂盛的大树呢，在傍晚的时候投下了它们的树影。夕阳的余晖穿透空间，将这些影子倒映出来，为整个空间注入了生气和活力。这也是我决定保持整个空间相同的大地色调的原因之一。因为橙色的夕阳光芒呢，能使我整个空间散发出独特的氛围。神秘的光影呢，在空间中互相交织。这个设计呢，在白天的时候就创造了繁忙而充实的氛围，在夜晚呢，就能提供亲密轻松的感觉。总结来说，这咖啡厅的设计是一个回归自然、温馨社区的空间。我们以曲线和自然材料创造了一个和平宁静的氛围，声音、光线和视觉都成为一个和谐整体的一部分。这里不再是一家咖啡厅，而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故事空间。在设计每个角落，我努力捕捉着夕阳、余晖和树影的微妙交织，仿佛在讲述一场小鸟穿越时空的奇妙旅程。这个空间不仅仅是味觉的享受，更是心灵的栖息地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共同感受小鸟飞翔的轻盈，找到片刻宁静，品味生活的美好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请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和开启通知的铃铛哦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未来的更新啦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次再见。